大兵道云那集内容开始前呢，先给你讲个故事。说一位在杭州打拼的年轻小伙啊，想在江干区租个房子，于是就在网上寻找房源，结果还真找到一户自己期望的房子啊。中介公司带着实际看过之后呢，感觉也很满意啊，价格也很便宜，月租2600元，押1付2。随后呢，和中介签下合同，交了房租，就住了进去。但很快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发现呢，这里的居民很少，尤其是自己住的这一栋呢，一到晚上没几户人家里灯是亮的。然后又查到房价的信息显示，在这个江干区中心位置啊，周边小区房价一般都是在4万元以上，而这个三宝北苑房价每平米仅需2万元。这明显不对劲啊！于是他又开始上网查资料，结果发现原来三宝北苑就是之前轰动全国的杭州杀妻案的小区，楼下一层就是命案现场，自己住的正是凶宅正上方。那小伙给中介和房东的祖上致以最亲切的问候之后，最终还是搬走了啊！即使违约也不住了，因为回想起那年凶手如恶魔般的行径，让人不寒而栗。今天就整体复盘一下事件经过，并剖析一下凶手许国立的犯罪心理。那这次我们先从许国立的人生经历开始说起。许国立196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诸暨的一个山村，他上面有一位抱养的哥哥，下面有一个弟弟。他的童年很不幸，4岁的时候母亲就因病去世，家庭很贫困，和兄弟3人由父亲辛苦抚养长大，一家人本本分分在村里的口碑也还不错。那许国立在村里生活到19岁，就去了福建当兵，做了一名工程兵，在部队的3年时间一晃而过。退伍后就踏入社会，到老家的玻璃厂上班啊。由于许国立本身文化不高，又无一技之长，所以做的一直都是基层工作，日子过得很平淡。那为了生活，他决定自己创业，小本经营。1987年，他到杭州张家坝租了一间民房，做鱼食的营生。房东姓来，由此认识了房东19岁的女儿来惠丽，也让他原本暗淡的生活有了一丝光亮。据说许国立年轻时长得颇为标致一表人才，在部队多年，身板挺直，举手投足自带一股正派气质。那年轻的来惠丽很快就被这个外地青年给吸引，就这样，杭州富家女和诸暨农村穷小子在一起了。那2人也都是彼此的初恋，情真意切，交往了3年。可那个年代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注定是曲折的。那背后的财富、地位与身家也都是当地人看重的核心要素。果然谈婚论嫁的时候，遭到来惠丽父母的极力反对。在这种外力之下，2人被拆散，那房子也不再租给许国立。2个失去挚爱的年轻人伤心欲绝。那之后，来惠丽被父母安排嫁给了三宝村的于某那婚后2人育有1女，来惠丽的户口也迁到了三宝村。那感情势利的许国立决定干一番事业，依然四处奔波，做些小买卖始终是没有太大起色。1996年的时候，他在上海闯荡，没钱的时候做点屠宰鸭子的工作，攒了一些钱就开始做饲料的买卖。那这时候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关某，2人婚后育有1子那时候他喜欢梳个背头，总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出门办事像个领导，在形象上面还是很有讲究的攒了一些钱后呢，2000年，许国立开始学习老乡，养起了鸭子。他头脑活络，思路清晰，所以做鸭子生意也是找到了门道。鸭棚规模不大，但这个生意需要每天都投钱，因为鸭子每天都要吃饲料而且规模越大，支出越多。经过许国立的不断努力，他终于是欠下了几十万的外债但总归还是有希望而且妻子美丽贤惠。家庭事业还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就这样，许国立和来惠丽2人各自组建了家庭，各自安好。一个在杭州，一个在上海，本应不会再产生任何瓜葛，但是2人的再次相遇却改变了一切。具体他们是如何重新交集，现在并没有确凿的答案。可那一段美好的初恋，让曾经被强行拆散的2人旧情重燃。随着2人的联系越来越频繁，决定再续前缘，各自离婚，
重新组建家庭。那许国立是直接就和妻子提出离婚，而且这个意愿非常强烈。妻子因为顾及儿子还小，所以开始没同意。结果呢，引来许国立的愤怒，甚至动手啊。妻子坚持不同意离婚，许国立呢一怒之下直接掐住他的脖子，差点就把他给掐死。那岳母知道以后呢，也很后怕。这表面看起来温文尔雅的女婿，竟然会突然变得如此暴躁可怕。于是他也劝呢，两人还是离了算了啊，不然恐怕哪天自己女儿真的会被他给打死。许国立的举动也让身边的朋友很不解啊，那日子过得好好的，干嘛突然搞这种事情？他和朋友是这么解释的，自己啊并不是无情无义之人，和来惠丽的感情是其一，还有个原因就是自己在经济上已经走投无路，那外债欠了几十万。而来惠丽帮助他解决了很多问题，如果不和他在一起，自己就算是卖了鸭棚也还不清那些钱。那两人在一起之后啊，外债就有着落了。还说来惠丽会拿10万元给他前妻啊，以后每月再给前妻800元的生活费。这所有人都能看出他也是不想过没钱的日子。那每个人的追求不同，家人和朋友也不好多说。最终许国立和来惠丽全都各自离婚，都没要孩子的抚养权。2008年，43岁的许国立和39岁的来惠丽登记结婚，成为名正言顺的夫妻。许国立也把户口迁到了杭州。2009年，他们生下一个女儿。这两人结婚后呢，日子一度过得也非常甜蜜啊。2010年的时候，许国立在上海养鸭子的土地被征用了，获得了大概100万元的补偿款。那之后，来惠丽曾经居住的三宝村正好轮到拆迁，按人头算面积进行补偿，一个人能分到55平米，那3口人一共能分到165平米的房子啊，又是征地又是拆迁的啊，以后的日子必然是很富裕了。三宝北苑的55平米的回迁房先安置下来，他们一家3口也就一直暂时在这里居住。那下一批回迁安置的110平米啊，没几年就会落实了。邻居们印象中啊，他们一家感情很好，经常在晚饭后外出散步。许国立性情随和，还很细心，要洗衣服、做饭、打扫卫生。那来惠丽性格稍微强势，吵架中的脾气会更大一些，并且向来都是她掌握财务控制权，但待人接物也没得说啊，操持家务还很贤惠。那作为丈夫，许国立一直都是让着她啊，即使有矛盾也会主动去哄。那争吵也只是偶尔，整体上夫妻两人还是很恩爱的。提起他们夫妻2人的关系啊，亲友们都觉得两人很般配，性格呢又互补，都说这来惠丽嫁给了一个顾家的好男人。2014年，夫妻2人非常看好朋友的一个房地产项目，那来惠丽也当着朋友的面说想让老许出人头地啊，做这个项目毕竟是个老板，所以就进行了投资啊，投身高大上的这个房地产，两人算是又跃升了一个台阶。2015年夏天，许国立和前妻生的儿子从台州考取了杭州的一所大学。那前妻和他离婚后呢，一直没有嫁人，带儿子呢回台州农村生活。那亏欠前妻和儿子，成为许国立向朋友们多次提及的感受啊，总想着自己如果条件好了以后呢，力所能及做些补偿。儿子呢也很争气，靠读书进入杭州，即将改变命运。来惠丽得知以后呢，表示愿意接纳许国立的儿子在杭州发展。两个人刚结合的时候，那来惠丽还和他说过，这以后好了，他儿子的房子一定可以安排，说杭州一套，诸暨一套，肯定有的。许国立向周围的人提过呢，下一次落实回迁房，如果能把110平啊再分成2套55平的，那一套能给儿子是最好。那很快，房地产项目因为政策影响，加上合伙人不靠谱，赔钱了。那两人的老板梦没做多久就已破灭。来惠丽许诺的许国立儿子的房子没有了啊，下一批的回迁安置房要了一套110平米的房子，说想住的舒服一些。那来惠丽之后在某单位从事保洁工作，退休金加上保洁的工资，每月收入大概7、8千块钱。许国立却不甘心自己一事无成，因为经常和老家的朋友亲戚走动，也经常参与村里的事情，他竟然还回去竞选村长，但是也落选了。那之后他在杭州地铁维修基地开工程车，每月4000多元的收入，可来惠丽也很满足了，认为家里几百万存款放在银行吃利息完全足够开销。可是关上门之后呢，在外人看不到的家里面，夫妻两人在暗中还是积累了一些矛盾，尤其是在钱这方面，许国立翻了大车。
那两人有钱了以后，在理财上面的理念完全不同。相比来惠利感觉把钱放银行吃利息，许国立却更为激进，很早就开始玩起了期货和股票。他一直觉得自己脑子聪明，对数字敏感，认为自己一定可以在期货和股票上获得成功。但他高估了自己啊，结果赔了很多。夫妻两人为这个问题吵了很多次。那许国立还想着来惠利在金钱上支援自己去翻本。也在这时候，那来惠利对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崇拜之情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不满和埋怨。面对妻子口不择言的责骂，那许国立心里既感到羞耻，又感到愤怒，慢慢就产生了怨气，以至于后来面对生活中琐碎产生的矛盾，他也无法承受，都让他的怨念逐渐加深。2020年初，三宝村的第二批安置房落实，新房面积110平米，地理位置优越，小区房子估价大概在每平米7万元左右。这也意味着加上三宝北苑的房子，来惠利和许国立一家的家庭资产1000万元以上。可这房子却给许国立的心里添了堵。那来惠利计划一家人搬到大房子去住，把55平米的小房子出租。不过大房子的装修款呢，要许国立来出，这让他感觉很不舒服啊。本身他没什么钱了，为此呢，两人也吵过。而关于房子的产权，来惠利只签了自己的名字。这再次让他感到生气。原本之前的房子已经写你的名字了，那现在房子落实了，合着还不拿我当回事呢？那许国立大儿子要结婚，就想着再去争取一下，希望把110平米的大房子给儿子做婚房，那必然是遭到了拒绝。那这一波让许国立感觉自己委曲求全这么多年，却依然被妻子瞧不起啊，完全被忽视。加上之前的积怨呢，许国立内心开始变得阴暗起来，家里的资产越来越多，但好像都和自己无关。2020年7月4日上午，夫妻两人一起去了医院。许国立呢去看牙，来惠利因为患有高血压去定期配药。之后两人就回到家里吃了午饭。下午，许国立去新房查看装修进度，来惠利带着当天过生日的小女儿去买了书本和蛋糕。下午5点10分，母女两人乘坐电梯上楼回家。晚上为了给小女儿庆祝11岁的生日，许国立打算做个肉丸子，让来惠利清洗一下绞肉机。清洗的过程中，因为刀片太锋利，来惠利手被割伤。因为这件事情，两人又吵了起来。最后顾及小女儿生日，很快就平息了下来。三口人一起吃了晚饭，维持住了最后的和谐。每次在矛盾之后主动哄老婆息怒的许国立，这次依然主动示好。他们一直都有睡前喝牛奶的习惯。许国立主动给来惠利递上了一杯牛奶，小女儿也喝了一杯。喝下之后，晚上10点左右，一家人全都睡去。2020年7月6日晚上8点07分，杭州警方接到报案，江干区三宝北苑4号楼8楼的住户来惠利莫名失踪。他最后一次出现就是7月4日下午，电梯监控拍下他与小女儿购物回家的画面。那丈夫许国立说，7月5日凌晨0点半，他起床上厕所的时候，妻子还在。凌晨5点半左右起床后就不见了踪影。那几天杭州天气也不好啊，当天凌晨也下过雨，但当时还是以为妻子外出有事啊，并没有在意。那来惠利的个人物品呢，钱包、钥匙、手机都没有随身携带，只少了一件吊带睡衣和黑色鞋子。那2天杭州大雨嘛，那家里的伞也都还在啊。即便这样，他还是感觉问题不大，应该很快就能回来。7月5日一天的等待，来惠利没有任何音讯，没有联系家人，没有回家吃饭，晚上更是彻夜未归。一天过后的7月6日星期一，来惠利的单位通知家属，他没有来上班。那许久联系不上母亲的大女儿感觉蹊跷，报警寻求帮助。此时来惠利失踪已经过去了约40个小时。那三宝北苑虽然是回迁安置小区，但配套设施很全面，安防设备也都是很高的标准。那之前来惠利的家属在物业大概查看了一下监控录像，那监控里没有发现他有出门的迹象。他家住在4栋802，那2梯4户的格局，楼层呢有2个电梯和1处楼梯安全通道，只有安全通道是没有监控的。离开小区还能避开所有监控的唯一方法，就是需要走楼梯到地下，然后经过复杂的路线再到地面。可还是会被远处的一个监控拍到腿部，可也没有拍到来惠利的踪迹。因为他睡眠不好啊，家人担心是否会梦游或者发生意外。在相关部门同意之后呢，还抽干了小区里的景观湖，没有任何发现。
排除了意外落水的可能。那事发后，杭州当地媒体小强热线第一个跟进报道，在网络也是掀起轩然大波，一个大活人就消失了啊！网民在关注事件的进展，舆论也随之慢慢发酵，成为全民话题。许国立呢也几次接受了采访，对吧？您当时为什么没参与？为什么没？这个很正常的。有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没有。您觉得他可能出去了？哎，可能出去了。一个人他出不去的，按他的智商，老实说，我这么多年了，这都跟他做夫妻了。哎，对他了解。我女儿怎么办？我的生活怎么办？啊，我老婆什么时候回来到底？是我都不知道，现在变成。采访中，他表明两人没有矛盾也没有异常。对于这个说法，这网民出现了很多种猜测。小区工作人员把他绑架之后呢，成功躲避监控，或者是和人私奔。那许国立似乎也是在往这个方向引导。那来惠利去了哪儿啊？是自己一个人走的吗？监控为何找不到他的身影？有没有出小区？这每一个疑点都透露着蹊跷。各种猜测和议论在坊间不断流传和升级。也有人怀疑许国立，因为他在采访中对于失踪的妻子展现出了一种让人难以理解的嘲讽之意。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渗透过这个猜想。您之前跟他有过什么隔阂吗？或者说没有吗？啊，对，有矛盾的话，那可能最起码在半年以前的事情了，就是说那个会有一点。这个矛盾有没有化解过呢？化解嘛，这个矛盾不需要化解啊，不是你死我活的啦。那他之前有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这样的异常的情况？所以都是你不要说异常，反正没有异常的中国。那警方也正在系统调查，察觉这并不是普通的人口失踪。三宝北苑并不大，一共有6栋居民楼，4个门，顶楼通往天台的门都是锁的，只有物业能开启。电梯单元门、停车场、小区的公共区域都有监控，已经可以形成一个闭环。如果以正常的方式离开，按理说一定会被拍到。警方仔细排查了小区96个内部监控，近1000个外围监控，调取了总时长6000小时的监控画面，分时段、分对象逐帧排查，几乎是对所有进入过画面中的人和物都进行了分析，最终确定来惠利在7月4日下午回家后没有再离开过，存在已经遇害的可能。那先后4次地毯式的排查1万多平方米地下车库以及所有电梯井、水箱、暗井、储物柜、烟道、通风管道，对6栋楼379户人家的1075名住户都进行走访，连冰箱、洗衣机和所有能想到的空间都进行了排查，但依然没有发现来惠利的踪影。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收获，因为所有的排查都在缩小范围最终范围已经被缩小在了一个特定的空间，就是来惠利和许国立的家里。如果已经遇害的话，那么最后和她产生接触的丈夫许国立就具有重大作案嫌疑。可55平米的房子里，一个大活人遇害之后会通过什么途径彻底消失呢？经验丰富的调查人员心里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7月22日，专案组将侦查重点集中到了小区的化粪池，调来了多辆吸污车、吸粪车，对化粪池进行抽吸。工作从22日的下午3点到23日的下午4点，持续25个小时。同时仔细清洗吸污车采集的38罐粪水果然在里面发现了疑似人体组织。经过和来惠利女儿的 DNA 比对结果，确定消失18天的来惠利已经遇害。7月23日，警方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将许国立进行控制。通过审讯呢，许国立也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在7月4日，他给来惠利和女儿的牛奶中加入了安眠药，凌晨趁来惠利熟睡之际，用枕头捂住，直至窒息身亡。期间，来惠利感知到了危险，喊了一声“许国立”，但他并不为所动。作案后进行处理，通过马桶冲入下水道进入化粪池。那具体作案细节没有进行公开，也无法确认但能确定的是手段极其残忍，而且经过非常缜密的预谋。那作案之后对现场进行了多次清洗，面对媒体的采访也尽量去表现得从容一些，还曾试图转移调查方向，内涵来惠利已经和别人走了。为了不让人怀疑自己就把戏做足嘛，让家人悬赏10万寻找，并且多次前往来惠利的娘家和亲戚家打听情况，也会到派出所询问调查进展。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事情会引起如此轰动的效应，全国民众甚至海外华人都在密切关注。警方仅仅用了18天就把他给揪了出来。
2021年5月14日，许国立涉嫌故意杀人一案在杭州市中院开庭。2021年7月26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许国立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许国立提起上诉。2022年4月8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许国立的死刑判决也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那根据周围人的评价，许国立表面上看很温和，脾气很好。那夫妻二人呈现出的状态也是很和睦，可见许国立的人际沟通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并不差。那即便来惠利性格相对强势啊，又因为房子或者是金钱出现矛盾啊，但这都只是浮于表象的冲突。那生活中有冲突再正常不过。那再退一步讲，过不下去可以离啊！这杀妻这个动作，无论是难度还是后果，都不是许国立的最优选项。可从夫妻矛盾到杀人之间，那个巨大的鸿沟又是怎么跨越的？或许从犯罪心理学的角度可以看到案件背后真实的原因。那两人从初恋到各自离婚再结合，本以为是让一桩美丽的爱情故事圆满，但实际上许国立这个人并不具备爱和被爱的能力。那一切罪恶的源头还要从他不幸的童年经历说起，那就是4岁时母亲因癌症去世。其实小孩子和大人一样都有丧母的创伤。根据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的依恋理论，起初孩子面对母亲的离开会剧烈反抗，那比如大声哭泣，渴望母亲回来。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呢，他可能不哭了。很多人以为他们是长大了或者是懂事了，其实是绝望了，因为负面情绪表达出来收不到任何的反馈，不得不选择长期压抑自己的情感，所以成人后也会习惯性的压抑负面情绪，不去表达。当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以很激烈的方式爆发出来。那这个特点从许国立和前妻之间的关系中可以看出，这原本看似美满幸福的生活，只因为不同意离婚就以掐死相威胁，从而摆脱了婚姻。而许国立使用暴力不仅没有得到任何惩罚，还获得了自己想要的结果，这相当于积极强化了许国立继续使用暴力的倾向。他并不认为伤害妻子会付出高昂的成本。此外，在许国立的内心，他会认为自己对妻子是有绝对优势。很长一段时间呢，他也是在做屠宰的工作，这个工作也给他带来一种可以支配生命的控制感。结果他2段婚姻均是以爱情开始，又都以暴力结束。可以说幼年丧母的这个创伤对他这种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那当然并不是所有幼年丧母的孩子都是如此，也并不是所有人长大以后呢都会使用暴力，而是许国立在成长环境中潜移默化形成了那种极端的人格。我们发现这个事件中许国立行凶是不存在导火索的，或许真正让许国立无法忍受的是自我价值感的缺失。可以说他的前半生都在追逐名利，让自己变得优秀。退伍后呢，进入一家玻璃制造厂做工人，随后从事饲料生意，又发展建立自己的养鸭场。2婚之后呢，又进入房地产行业，甚至住在杭州，回老家竞选村长你会发现他对于出人头地呢有一种近乎偏执的信念，在追求卓越的同时，还具备着赌徒的心态。他自学期货知识，还学着去炒股，但都翻车了。他的年龄已经是人生的下行阶段精力体力不复当年，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他对压力的刺激就会更加敏感，但他所需要面对的压力源却会增加。那比如说社会上的挫折、自尊心的受损、期待的落空、控制感的丧失、自我效能感的降低，甚至家庭地位的低下，这些都会被他长期压抑在心中，随时等待爆发。而在之后凶残的作案手段来看，面对妻子的求生欲，他依然坚持下手这又涉及到一个叫共情腐蚀的概念。那共情是一种能力，帮助我们理解别人的感受和想法，让我们有恰当的情绪进行回应。那比如我们看到别人的苦难，自己也会替对方感到难过。那共情腐蚀就是共情能力丧失的状态。形成共情腐蚀的重要原因就是不断累积强大的情绪，比如强烈的愤怒、复仇的欲望等等。那许国立喜欢压抑情绪，这容易导致夫妻关系对立，加之他面对生命的下行周期本身就比较敏感，更是把失败都归因在妻子身上，认为自己一切不开心和丧失人生价值都始于来惠利。就这样，他对妻子积累起大量的愤怒，甚至在杀害妻子后仍然能看到他有贬低和愤怒的情绪。
那许国立的成长经历决定了他对情感、对事业、对情绪的处理不会有太多变通。或许即便是换个妻子，那结局也可能是一样的。那这种恶魔确实不应该再给机会重返社会。我们一起等待许国立被法律制裁的那一天。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到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大吉，我先了，拜拜。